大家好，2026年3月1日星期日，欢迎收看1023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说话的人，名字叫做马前卒，马都公，国内著名的时政评论节目《睡前消息》的主持人啊。大家注意一下啊，这期节目的播放时间是3月1号，但是就在3月1号之前的2月28号啊，上海市的警方已经宣布啊，对这个马都公啊已经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所以啊，很多人都猜测啊，说马都公这期节目啊，应该是在看守所里头啊放风的时候做的。哎，那看守所每天也有放风时间吗？允许你出去溜达1个小时。我说这个马都公确实是可以啊，人家放风时间做的节目，你看到了吗？谈的都是国际大事，伊朗啊，还有日本呐，然后自己被刑事强制措施这件事情一点都没有提及，真可谓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啊。那么这马都公为什么会被上海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呢？大家来听我啊，慢慢来讲这个事情啊。大家都知道啊，国内最近几年啊，异军突起的茶饮料的市场品牌也非常多。其中这里头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叫做霸王茶姬。这霸王茶姬前2年还在美国上市了啊。这霸王茶姬啊推出的产品的名称啊都文绉绉的，什么万里木兰呐，还有叫伯牙绝弦呐，山里之子啊，什么归云南呐等等，你看到了吧？这古风盎然，给人感觉的名词啊，好像都是从《诗经》里头找出来的啊。那么这个产品啊，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啊，一年卖了很多啊。去年5、6月份的时候，他推出了一款产品，就叫万里木兰。一开始说让全国人民啊，免费品尝1亿杯万里木兰，当时啊门庭若市，很多人都去买啊。但是啊，很多年轻人喝了这个万里木兰之后，就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呢？说这个东西喝完之后失眠，所以有人就说了啊，下午3点万里木兰，夜里3点万里从军，什么意思？就是睡不着了呀。你想想，你下午3点喝了这个万里木兰，到凌晨3点的时候，你还兴奋着呢，还替父去从军呢，那这个不就睡不着吗？还有人说了啊，这个品霸王茶姬尝失眠滋味等等啊，类似的这种话还挺多的啊。还有人就说了，那不仅仅是失眠呢，还有更严重的，有人喝完了这万里木兰之后啊，就心悸、心跳加速，还有人我看到医院去输液的啊。那网上大家就热议，说是这个万里木兰里头到底装了什么东西，有这么神奇的效应呢？结果很多大家一查就发现，这万里木兰也好，也包括它这个什么伯牙绝弦也好，山里之子也好啊，这个茶饮料里面，它的咖啡因的含量特别高，高到什么程度呢？说是这个万里木兰里头啊，一大杯里面含有184到210毫克的咖啡因。那这个伯牙绝弦里头呢，一大杯超过了200毫克。那山里之子里头啊，一大杯可以达到208毫克的咖啡因。咖啡因大家都知道，那是精神管制类药品呐，它兴奋剂啊。那如果是浓度再高一点，那就是毒品嘛。所以你这里头含有这么高的咖啡因，那效果肯定就来了啊。那很多人喝完之后，那可不就是睡不着觉吗？我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个比较。你比如说那个红牛功能饮料，当时喝完红牛那有力气什么之类的，是吧？那红牛啊，其实里头就是因为掺了咖啡因，它的咖啡因的含量是多少呢？它是每250毫克的那一罐红牛啊，含有咖啡因50毫克。那你想想，你现在一大杯万里木兰啊，你的这个咖啡因含量大概相当于4罐红牛。那你喝完之后，你可不是兴奋吗？你可不是要万里从军吗？你要是连喝2大杯的话，我看直接就干起来了，在家里头，对吧？那这个咖啡因的含量相当高，而且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咖啡啊，你咖啡因最早不是说咖啡里头的吗？说是它这个万里木兰里头啊，大概一杯这个茶饮料里头啊，它的咖啡因的含量大概相当于就是个拿铁的含量啊，比这个美式要低一点。但是这也很高了，你想想美式你能喝多少啊？很苦啊，那咖啡，对不对？一般来说你喝1小杯你就喝不进去了。但是现在你这个茶饮料不一样啊，茶饮料里头啊，一般人大家都不知道这里头有咖啡。另外一个呢，很多茶饮料里头它添加了奶，添加了糖，它被夺味了，还添加了一些水果的味儿啊，所以你喝的过程中你并不觉得特别苦，所以你可以喝的比较多。你像这个万里木兰啊，一大杯可以有400多毫升啊，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大家对这个万里木兰啊这个产品的热议。
那于是乎呢，去年的12月26号啊，这马杜公他就在这个知乎上参与讨论大家关于这个茶饮料里面咖啡因含量特别高的，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顺便讲一下啊，他说现在中产常用的工作提神器，如霸王茶姬等高浓度的咖啡因饮料啊，实际上是在蹭准毒品的擦边球，只是他们自己不承认而已。他这句话一讲出来之后，那在知乎就热闹起来了。因为啊，你想想，他这里头提到2个因素，一个是说了你这霸王茶姬高浓度的咖啡因，第二个你说这个准毒品。那当时啊，这个马杜公啊，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是相当大的啊。他讲完这段话之后呢，就出圈了，好像上了热搜，就说你这个霸王茶姬就是准毒品啊。我不是刚才讲了吗？这霸王茶姬在美国上市啊。那么第二天，这个霸王茶姬在美国的股票交易啊，开盘就直接跌了14%，当然后来又涨回来了，到收盘的时候啊，跌了2.54%，那当然损失也比较大啊。这霸王茶姬就急了，他们赶紧就出来解释啊，就专门发了一个公告。这公告里的解释呢，主要是这么几个意思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茶饮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的一部分呢，几千年前就有，大家别紧张啊。所谓的咖啡因，我们古人就管它叫茶碱，实际上就是茶叶里的天然成分。那么就算是咖啡因里头啊，你在100毫升同浓度的比较里头，它也就相当于拿铁，比这个美式要低，大家不要紧张，这第一点。第二，那我们这个霸王茶姬里头不仅仅有咖啡因呢，还有茶叶的其他成分呢，比如茶多酚、茶氨酚。这茶多酚、茶氨酚那对人体都是非常有益的，对吧？第三个方面，他说我们现在呢也知道这个咖啡因不太好，当然这个意思他没说啊，他在努力降低咖啡因，就把有一些茶饮料的咖啡因降低了50%。当然暗含的意思就是咖啡因不太好嘛。那如果你要是咖啡因好的话，你越多越好，那你为什么要降低咖啡因的含量呢？大概其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紧接着就上海有个禁毒的公众号，也专门出来替霸王茶姬来辟谣来了。这霸王茶姬的全球运营总部就在上海啊。那上海这个禁毒公众号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准毒品这3个字说的不准确。什么叫毒品？毒品是把你的毒品中间的咖啡因呢，你提纯出来就是全部都是咖啡因。那这个咖啡因这就是毒品。那我们国家规定了，你咖啡因你一次吃个1000毫克、2000毫克，你可能吃死啊，确确实实啊，这是毒品。但是说了，人家霸王茶姬啊，就是个茶饮料啊，它就是这茶叶里头有天然有的。然后呢，这产品本身也合乎国家的规范，这不能叫准毒品，大家可以尽情的喝，放心的喝，不叫毒品。那这个事情啊，给人感觉好像就过去了啊。但是就在这个事情上热搜的时候啊，当时有人呢就建议说，霸王茶姬这件事情你们应该去告这个马杜公，这给你们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啊。当时这个霸王茶姬啊，这微博上他就在底下评论说，那我们准备就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报案报警。看起来啊，就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这霸王茶姬就到上海警方就报警了。那上海警方就侦查啊，一直侦查到今年的2月28号，把马杜公直接给抓起来了，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我看呢，上海那边还看新闻，还专门做了一条报道啊。那么这个警方就出来啊，就来解释，造谣霸王茶姬是准毒品，网络大 V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找上门时，他还满不在乎。他就跟我们说了这些，哎，这个已经不算什么大的事情了。那还有谁跟我打官司的，他好像搞得很引以为傲的这样一个感觉。去年12月，任某宣称霸王茶姬含有高浓度咖啡因，是在蹭准毒品的擦边球，引发网络热议，严重误导消费者。相关专业部门随后辟谣，市场上的咖啡因饮品有严格的添加剂标准，请大家切勿相信准毒品的不实信息。说这个马杜公为什么说把他抓起来呢？这有2个理由。第一，这个理由啊，就说马杜公发明了一个准毒品这个词。他是一个网络大 V， 开了一个自媒体工作室。他认为他的本意是好的，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搞清楚这个咖啡因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他盲目的就是把这个跟准毒品去挂钩了。这个准毒品这个词啊，其实它是本身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毒品跟非毒品这个事情啊，其实说是比较严格上的一个定义的，不存在什么准毒品对消费者产生了误导，是吧？这准毒品的词没有，他创造的。第二个呢，就说啊，他是这个粉丝越多啊，他的收益越高，博眼球。他在这个网络上口碑呢，平时是不太好的，嘴比较碎。我们找到他以后啊，他就跟我们说了，还有谁
还在找到我跟我打官司的，他好像搞得很引以为傲的这样一个感觉。或许来说，这也是他的一种涨粉的一种方法。你看这个动机，所以给他抓起来了。然后你看那个报道中间抓这个马都工，给人感觉好像是在上海的一个小区的这地下停车场里头，直接把马都工背个铐着手铐着给带走了。那么这马都工不是2月28号给抓起来了吗？3月1号这一期他怎么又更新节目了呢？我的判断是3月1号这一期的睡前消息它是提前录制的，并不是马都工被抓之后录制的，肯定不是在看守所放风期间做的啊。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了吗？3月1号这一天他这期节目讲到了伊朗，但是3月1号这一天，哈梅内伊其实已经被炸死了，按照胡锡进的说法，就已经遇害身亡了。这个消息在全网都传遍了。但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睡前消息3月1号这期节目其实还是个泛而谈的，根本没有提及到哈梅内伊被炸死的这个事实。如果他是3月1号这一天录制的节目，你不提这个信息，那说不过去。所以这就只有一种可能，就这期节目实际上肯定是预先就录制好的。当然这也说明就马都工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他并没有影响到睡前消息这期节目的更新，也就是马都工有可能被抓起来但睡前消息好像并没有被封号。当然如果马都工最终真要是被抓起来被逮捕的话，那睡前消息也就完了。他们那个节目组不是有个静静吗？每天马都工一开始说先请静静播报一下新闻，但是呢静静肯定不能撑起来这个睡前消息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马都工最后真的要是被判刑了，那这个睡前消息可能也就完了那么在分析这个马都工被抓这件事情我们先回顾一下这马都工这个人，也包括睡前消息马都工这个人呢，他其实不姓马，就像司马南也不姓司马一样这马都工实际上是姓任，他呢是河北人，早年好像毕业于上海的一个大学的土木工程系他也没做过什么新闻但是因缘际会他就进入到了观察者网。观察者网大家都知道著名的一个五毛网站，小粉红的聚集地什么金灿荣胡锡进都是这个观察者网签约的这些大 V 那么马都工就在这个观察者网里头呢做这个新闻总编辑。前些年呢他就做了一个时政评论的节目叫做睡前消息。虽然说观察者网比较左比较粉红但是他这个睡前消息还有点不太一样，有人把它归结为叫工业党。所谓的工业党就是说就他呢比较注重数据推导逻辑，然后得出结论，然后冷冰冰的，也缺少一点人文关怀我看过他有一期节目讲了将来都要社会化抚养，就说那孩子生下来之后你自己家长不要养了，然后都由国家来统一养，那这就是工业党的一个典型的结论那他这个睡前消息成立之后有几次战役打得比较漂亮。一次呢就是他当时揭露这个独山县这个负债400亿的这么一个事情独山县是贵州一个非常偏远的县这个县的户籍人口只有35万，然后呢这个县里头一个街道8个乡镇，结果就是这个县举债了400亿，开始打造各种各样的旅游景点，那不是有什么中国第一什么水丝楼当时那你想想就这么一个县，你搞400亿，你建这东西那能捞回来吗？能赚回来吗？不太可能那么为什么这个县里头要搞这么多大型举债呢？人均要举债10几万呢？那后来他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和这个县长全都被抓起来了，都判了刑这是2019年的事情。马都工就把这个事情呢这个县委书记县长被抓起来判刑和他这个地方举债这个事情呢给揭露出来了。他当时用航拍跟数据来说，你这么一个县城，你人均举债11.2万是绝对不可能来偿还的。然后呢这期节目播出来之后影响非常大，应该说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战役慢慢出名了。他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硬刚这个以岭药业。2022年大家都知道，国内当时不就是新冠疫情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吗？那个时候吴以岭那中国的中医院士中药院士人家连熬了几天夜发明了莲花清瘟胶囊，宣称这个莲花清瘟胶囊可以抗新冠病毒，然后就紧急就上市了那当时全国各地给大家紧急发这个莲花清瘟胶囊那么这个以岭药业呢就因为这款药
那几年赚翻了，股价涨了多少倍啊？那么据这个马都公观察，这以岭药业里面的莲花清瘟呢，它有很多虚假宣传，于是他就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在这期节目里头，他讲了2个关键的事实。第一个，这以岭药业一直宣称啊，说这个莲花清瘟胶囊啊，他们有这个论文对新冠病毒有疗效。他到后来就查了，说这篇论文呢本身呢没有做双盲实验，没有做双盲实验，在科学上说实在的就不成立啊。第二，他搞的这个实验啊，这个作者呢是吴以岭院士的女婿，而且还是这个以岭药业里的负责人。同时呢，这个以岭药业还资助了这个实验。那你想想，你说这样的论文有什么价值啊？这就像烟草企业当年资助科学家说证明烟草对人的身体无害一样，对吧？那么当时马都公就说了，这篇论文本身在科学上没有什么价值。第二个，当时啊，吴以岭就宣称啊，他们当时这个宣传材料就说世卫组织啊推荐了莲花清瘟胶囊，说它能够抗新冠啊。结果他把那世卫组织的那个原文给搞出来了。当年是世卫组织啊，全球范围内都在搞新冠吗？然后就召开这个专家会议吗？在专家会议的时候呢，中国呢参加这个会议，派了几个科学家，其中有一部分的科学家呢，在会议中间就说，中国现在搞中药抗新冠，我们推荐世卫组织啊，你们参考一下。世卫组织说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们推荐了。然后呢，全球各地的草药，我们都鼓励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试验，对这个新冠是不是有用啊？根本没有提莲花清瘟胶囊。而且世卫组织还批评中国了，说什么呢？说你给这个儿童和孕妇用这个中药来治疗，这个实际上是违反医学伦理的。结果呢，吴以岭他们这个以岭药业就把这样的信息移花接木啊，就说成了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胶囊。这马都公这查数据的能力还是可以的啊，就把这信息披露出来了。披露出来了，以岭药业当即就跌停了。这当时我们还做过节目，对吧？但是那一个时候，大家几乎都支持这个睡前消息。那以岭药业好像要搞马都公，也没搞成。结果马都公连续做了几期节目，然后还说悬赏5万块钱保卫莲花清瘟，保卫以岭药业。但这一次啊，马都公啊运气可没那么好了。他这次说的是霸王茶姬，说那里头咖啡因含量比较高，然后呢说它是准毒品。结果没想到他发表完这个言论之后2个月，自己就被上海警方给抓起来了，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当然了，这个刑事强制措施啊，并不一定啊就将来一定立案，因为刑事强制措施里头包括拘传、拘留，也包括这个立案逮捕等等啊。那现在他到底是采取了什么措施，我们不知道。我听到的一个消息啊，好像是当天被警察抓去之后啊，就取保候审了。那现在这些信息呢，警方都没验证事实，我们也不清楚啊。但是我们接下来可以来分析一下，就是上海市警方以这个毁坏商品名誉罪啊，把这个马都公抓起来啊，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适？首先第一点啊，我觉得是肯定是非常不合适的啊。这个霸王茶姬啊，你现在这个咖啡因含量这么高啊，我个人觉得啊，它没有足够的尽到提醒义务。因为一般的老百姓想的是什么呢？你咖啡里头含咖啡因，你问问中国的一般的老百姓，有几个人会想到你茶叶里头含有非常高的咖啡因？我看到一个科普的文章里头讲啊，比较反直觉的是，其实茶叶里头咖啡因的含量并不比咖啡低啊。尤其是现在像霸王茶姬这样的企业，他们现在就是提取这个茶饮料的方式啊，跟我们传统的冲泡方式不一样。他们一般来说工业化生产啊，都会把这茶叶首先粉碎了，粉碎了之后再萃取，它就会把茶叶中间的咖啡因几乎100%都提取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它虽然是天然提取的，并没有往里添加咖啡因，但是它的咖啡因的含量确实比较高，跟美式是几乎是一样的。但问题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啊，我们一般喝咖啡不会像喝茶喝的这么大量，我们经常一泡茶做的这个一下午，可能可以喝好几斤茶，那你能喝好几斤咖啡吗？不太可能。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头都认为茶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饮料，不会以为茶叶里头还有健康风险。但是你看现在茶饮料里头有谁给你提示这咖啡因里头你不能多喝吗？因为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你单日一个人喝咖啡因的摄取量不能超过400毫克，超过400毫克
你是有可能导致健康风险的。就算没有超过400毫克啊，因为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这个耐受力不一样，也会出现像这种类似于心跳加速啊、心悸啊等等这种事情。那你作为茶饮料的生产者，你没有提供足够的这种健康警示，这是第一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其次，我们从这个法律上来分析啊，毁坏商品罪啊，它其实有几个要件。第一个，你对商品本身进行贬损；第二呢，你虚构了事实；第三个，你还造成实际损失啊。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三个方面，他说这个准毒品有没有给这个霸王茶姬造成实际损失呢？霸王茶姬肯定说了，那片子里不是讲了吗？给他造成了很大损失，股票都跌了2.54%啊。但问题是，你股票跌了2.54%啊，这个东西到底是你这个事实造成的，还是说让马督公发布的这个信息本身造成的？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现在你霸王茶姬里头你还有很多糖嘛，那我就说了，霸王茶姬里因为含高糖，高糖现在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啊，就认为是最不健康的食品。你如果喝了之后，你可能少活10年。那我发布这样的一个信息，那股价跌了50%，甚至退市了。那我切问，那你就算退市了，导致你退市的是因为你饮料里头含有了高糖，本身不健康，还是因为我王巨派做了一期节目宣布这个信息导致的呢？那就像这个霸王茶姬这个事情也一样啊。那你不能说前面马督公说了这句话，你后面股价跌了，你就说这中间有因果关系。你比如说，我就看了这上海市警方啊，把这个马督公给抓起来之后啊，就在昨天3月3号这一天啊，这霸王茶姬的美国股票又跌了2.几，跌了2.9%，好像比当时马督公说的那准毒品那天跌的还多。那我们能不能得出来一个结论，说上海市警方抓获马督公这个行为，给霸王茶姬这一企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呢？不能吧，对吧？没有因果关系吧？所以你要想建构这种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不成立，这第一点。第二点，毁坏商品罪本身呢，它不禁止一个人对商品本身有贬损性评价，因为你商品嘛，你天天你宣称啊，你自己这商品多好多好，对不对？但是我也可以相反的评价，你比如说你说你这个东西很好吃，我就说你很难吃，这不违法。那么毁坏商品罪里头最重要的法律要件是什么呢？你要虚构事实。那么虚构事实，我们可以看一下马督公这里头有没有虚构事实。我认为他没有虚构事实，因为马督公那句话说了，他说现在市场上很多中产的提神饮料都是一些高咖啡因的饮料，如这个霸王茶姬，其实你是打准毒品的擦边球。那我问，霸王茶姬里面你的这个咖啡因的含量高不高啊？有没有啊？肯定是有啊。高不高？那肯定也高啊。你100毫升里头相当于100毫升的这个拿铁呀，你虽然没有到美式那个程度，但是你的喝的量也比人家大呀，对吧？所以马督公说你这是高咖啡因饮料，你一大杯万里木兰里面含有200毫升以上的咖啡因，这是基本事实啊。所以在我看来，马督公完全没有虚构事实。而上海市警方呢，就说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搞清楚这个咖啡因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他盲目的就是把这个跟准毒品去挂钩了。这个准毒品这个词啊，其实它是本身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毒品跟与非毒品这个事情啊，其实说是比较严格上的一个定义的，不存在什么准毒品对消费者产生了误导。你虚构一个词跟虚构事实是一回事吗？在我看来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件事情啊，按道理来讲，如果你霸王茶姬觉得马督公给你的商品推广过程中间、销售过程中造成影响了，你应该是采取民事起诉的方式，你要求马督公赔你，那看法院到底支持谁啊？你别搞警察来抓人呢。你警察你在网上说几句话，然后你就抓人，这个太可怕了。那别说这个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前2年我看新华社写过一篇报道，他说啊，电子鸦片竟然成就了1000亿产业。那文章里就点名了王者荣耀，那就讲的就是腾讯开发的游戏嘛。然后那文章里就讲了，说现在这小学生里头啊，每天都打游戏的占到11%，其中啊
这一天打4、5个小时的占到2%，这就是精神鸦片啊。精神鸦片这个词跟准毒品哪个更严重啊？那在我看来，精神鸦片更严重，对不对？就是电子游戏就是精神鸦片呢。那我且问，那腾讯为什么不报警去抓新华社呢？把新华社的总编辑给抓起来。虽然新华社总编辑是正部级，那也犯法了。按照上海市长宁警方的这个做法呀，结果有好事者就发现了，21年这个新华社说这个王者荣耀是精神鸦片，22年后来国资不是入股了腾讯了吗？结果呢，人民日报要出来评论说了，说要深度挖掘啊电子游戏产业的什么历史性契机。你看变了，这个又不是精神鸦片了，又变成了什么呢？这个电子游戏市场发展的历史性契机了。那你到底是啥标准呢？对吧？如果你要是说只是说一种产品是准毒品，那精神鸦片应该抓呀。更让人联想到一个案子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前几年的谭金东事件吗？谭金东不是广东的一个医生吗？当时那不是内蒙古有一个酒叫红毛药酒吗？红毛药酒天天宣称说每天喝一杯什么健康长命百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这谭金东是个医生啊，说这个红毛药酒里头有67种药，这67种药里头很多都是有毒的。你比如说半夏和附子，是吧？然后那酒本身也是一级致癌物，你天天说你一天1小杯，肯定离天堂更近呢。最后那文章就写了，说这个红毛药酒啊是离天堂很近的一种毒药。就这篇文章，后来大家都知道，内蒙古警方咵声把他抓到内蒙古，关到看守所里头91天。后来最后发现，那个红毛药酒说什么他卖不出去了，都是虚构的，因为他那篇文章一共的阅读量只有2241，他自己找了自己的经销商，然后呢把那商品退回去了，然后就说造成了140万的损失，把谭金东给抓起来了。后来当然我们当时也参与报道了，把这个事情给爆出来之后，内蒙古警方觉得压力大了，最后把谭金东给放出来了。我想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不管马都工也好，也包括谭金东也好，他们对商品在市场中流通所提出的一些批评，他们只要没有虚构事实，就不应该以毁坏商品名誉罪的名义随便去抓人。而事实上，其实就算是对这商品的贬损性评价，我们现在的执法过程中也是存在着明显的选择性执法。像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啊，评价说你是精神鸦片就没事儿，但是马都工说一句准毒品就给抓起来了。因为什么？你是自媒体嘛，你后面没有靠山嘛，你后面没有指示嘛，对吧？所以呢，其实就拿你开刀。那这样的话，那你想一想，那谁还敢在这个市场中间随便去批评企业的产品呢？那么如果这样的结果的话，那消费者的利益又由谁来保障呢？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造谣霸王茶姬是准毒品，网络大 V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找上门时，他还满不在乎。他就跟我们说了这句，哎，这个已经不算什么大的事情了。那还有谁跟我打官司的？他好像搞得很引以为傲的这样一个感觉。去年12月，任某宣称霸王茶姬含有高浓度咖啡因，是在蹭准毒品的擦边球，引发网络热议，严重误导消费者。相关专业部门随后辟谣，市场上的咖啡因饮品有严格的添加剂标准，请大家切勿相信准毒品的不实信息。2月28日，上海警方表示，已于近日对嫌疑人任某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他是一个网络大 V， 开了一个自媒体工作室。他认为他的本意是好的，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搞清楚这个咖啡因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他盲目的就是把这个跟准毒品去挂钩了。这个准毒品这个词啊，其实它是本身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毒品跟与非毒品这个事情啊，其实说是比较严格上的一个定义的，不存在什么准毒品对消费者产生了误导。他在这个网络上口碑呢平时不太好，嘴比较碎。我们找到他以后啊，他就跟我们说了，还有谁，还在找到我跟我打官司的。他好像搞得很引以为傲的这样一个感觉。或许来说，这也是他的一种涨粉的一种方式方法。